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，卖邮票的老头脸色都在发紫。老孙头，你这是咋了？老头递过报纸，男子一看立刻明白。老孙头，你不是有1枚红票吗？这下你可发了，我还以为啥呢？原来你这是激动的啊！越是这么说，老孙头越是痛苦，那感觉就如前列腺肿大。此时的铁柱、岳林、王霞三人来到了市里，但他们没有摆摊，而是来到周恒的住处。铁柱买了一堆东西，别管周恒什么态度，先把礼送上再说。然而开门的却是周恒的妻子方淑仪。这不是琳琳吗？你咋来了？快点进屋。阿姨，我来看看您跟周叔叔，这是我给你们买的，还有野生的平湖鲤鱼，让你们尝尝鲜。到自己家来玩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快点坐，我去给你们倒茶。阿姨，你别忙了，怎么不见周叔叔啊？他啊，一大早就去邮局看邮票去了，现在那邮票就好像他的命一样。原来周恒的爱好是集邮啊，这下可好办了。就在这时，周恒回来了。周叔叔，我们来看看您。小林，以后别带那些不知所谓的人来我家。我跟你父亲老岳那是多年的老交情，一直都把你当我女儿看，所以老岳还专门让你来会市的农村实习，就是想让我看着你。也怪我平时比较忙，倒是让你这丫头给我弄这么一出。我当时给老岳写信的时候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老周，你说话注意点。琳琳买了这么多东西来看你，说那些干啥？琳琳，你别听你周叔的，我现在就去做饭，中午你们就在这里吃。周叔，我听阿姨说你喜欢集邮是吗？怎么？那你今天一定看报纸了，那枚红票的价值一定是震撼了整个集邮界。你还懂邮票？也不是很懂，周叔一定知道那枚红票吧？现在的红票可值钱了，这邮票最早出现在帝都，也不过只有1万枚，在省城还能看到几个，到咱这样的城市基本是看不到的。因为这次错版印刷，让这枚红票瞬间成为收藏的珍品，可以说是绝世罕有。据说咱会市有1枚红票，我之前去市场想看看这枚红票，可惜已经被人买走，遗憾没有看到那枚红票，估计以后也很难看到了。周叔，这是不是您说的那枚红票？当那抹鲜红映在周恒的眼里时，这让为视邮票如命的中年人顿时惊乍而起。你是怎么有这枚邮票的？昨天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那老头手里买的，当时就觉得这个邮票的颜色鲜红非常好看，就买了下来。没错，这就是那枚红票，太难得，太珍贵了。原来买走红票的人是你啊，那么你打算出手吗？老实说，这枚红票是我花80块买的，但它现在的价值最少值8000，而且随着时间、炒作等等，未来会继续的升值，或者多年之后可能连8万、80万都有可能。那么周叔您打算多少钱买呢？周恒被问的脸色一紧，他最多能拿出800，可跟铁柱的要价差的太多，人家根本不可能卖。这话一下就把周恒给推到无奈，甚至是心疼的漩涡中，眼看着要与生命中最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。然而铁柱却话锋一转：您是小林的叔叔，平时对小林也特别的关照，我怎么能把这枚不过80块的邮票卖给您？我直接送你了。周恒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，价值上万的邮票说送就送。然而一看铁柱那认真的眼神，根本不是玩笑。你还看啥？赶紧做饭去，弄俩好菜，我要跟柱子喝点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也是无功不受禄。铁柱，说说你的想法吧。周叔，小林跟王霞都是您看中的人，别因为我而耽误了他们的前途。我希望您能正常给俩人推荐工作。再说，您跟小林的父母都是老交情，看这个面子，您也得帮个忙是吧？至于我跟岳林，虽然是自由恋爱，但在小林工作稳定之前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从我小姨王霞这论，我还得叫岳林一声林姨呢，不是？原来你们是普通朋友啊，还带点亲戚。那说到底，这不就是个误会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岳林跟王霞也具备参加工作的机会。等明天上班，我就立刻跟用人单位先沟通一下，到时候我就把介绍信给开了。周叔，小林一直都想去市里的农业公司上班，安排俩人的话，难度肯定不小吧？农业公司的确不容易安排，现在农业公司都已经是超额用工，而且实习生没有工作经验，人家也不是很愿意用。方姨，家里咋还看黑白电视啊？回头我找商场的朋友批一台彩电给送家来。哎呦，铁柱，你可别跟阿姨开玩笑啊，真的能弄到？这玩笑能开吗？周叔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，弄台彩电是应该的。周恒心里对铁柱是彻底的刮目相看了。这个年轻人眉眼通透，有眼力见，说话做事条理清晰，未来不可限量。行，铁柱，那阿姨就等你的彩电了。这次又让你破费了，不管咋说，于情于理，我都得给小林还有王霞把工作安排好，你们就等消息吧。那就谢谢周叔了，我们也告辞了，改天我就把电视送过来。几人走后，方淑仪笑着说道：我觉得铁柱这孩子真不错，给琳琳当男朋友，那是琳琳的福气。我也觉得铁柱未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，等有机会，我还得跟老岳沟通沟通。行啊，你大外甥，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个口才跟能耐啊，把周恒说的一愣一愣的，都差点跟你称兄道弟了。我的心当时一直都在跳，生怕周恒拒绝，那可真的没啥希望了。这就叫投其所好，给其利益，无往而不利也，学问大着呢，以后你们慢慢学去吧。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，
咱赶紧去卖血吧。都几点了还去卖血？今天不卖了，我带你们去找找房子。过几天你们搬到市里来，得有落脚的地方。我跟小林都商量好了，不住集体宿舍，单住单开火。我听说汇市的电影院小区是新盖的，挺不错。走，咱们去那看看去。上集说到三人从周恒家出来后商量租个房子，于是来到了电影院小区。阿姨，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？也只有农村来的人才会这么问，现在哪有什么一个月的，我们都是一交就是1年的，一个月是20块钱，不包水电，1年是240，还要100块的保证金，一共340。要不是看他更年期失调的表情，真想一个大嘴巴子抡他一边去。铁柱随即掏出钱给了他。钥匙跟协议拿来吧。等妇女离开以后，铁柱便不屑地说道：这妇女就好像有毛病似的，还以为她这房子是豪华装修呢。你们就先在这住着，很快我就给你们买个属于咱自己的房子。算了，至少我很喜欢这个房子，用的东西慢慢置办，先把床弄好，我就跟王霞搬过来。那我也租个房子，这样咱们也就有照应了。房子弄好，几人都特别的开心。于是铁柱带着俩人下馆子吃大餐，红烧肘子、糖醋排骨、溜肉段、清蒸鱼，再来几瓶汽水。好的，几位，菜马上就做好，您稍等。就在这时，本来态度很好的服务员在隔壁桌却立刻翻了脸。你说你们没钱，到饭店吃啥饭？2碗面条的钱都拿不出来，丢人不丢人？这位女同志，你别喊，我是真的忘记带钱了。这样吧，我回去拿钱，待会给你送来。你骗鬼呢？到时候你不回来，我找谁要去？服务员，不就是2碗面吗？算到我们桌上，让他们走吧。谁都有个为难的时候，不是吗？赶紧谢谢人家去吧，要不你们今天都走不了。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请问小哥贵姓啊？谢啥谢，叫我铁柱就好了。你好，铁柱，我叫高劲松，那个是我的妹妹高佳秀，她今天从农村来市里看我，带她来吃碗面，一时着急换了衣服就没带钱。对了，我在市勘探公司上班，你在哪儿工作？明天我把面钱给你送去。快8毛的不至于，如果没吃饱，跟我们一起吃点吧。不了，你我萍水相逢，素未谋面，已经都很惭愧了。这样吧，明天我把钱送到这餐馆来，到时候您来拿吧。都说了不用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吃饭，咱们有缘还会相见的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那也行，如果需要我帮什么忙，去勘探公司，我随叫随到。佳秀，咱们走吧。高佳秀虽然一直都低着头，可她的目光还是从铁柱的脸上划过。对于没有见过世面的她来说，觉得能够帮助他们的铁柱给了她很大的安全感，也觉得这个年纪跟她相仿的男人很是帅气。随后俩人便离开了餐馆。吃完饭回到上平村，铁柱才回到家。楚喜先便火急火燎地说道：你可回来了，赶紧送我去市里。咋的了？你曹望叔又昏迷不醒了，傍晚的时候从市里回来的人说的，咱赶紧去看看。到了医院，就看见曹祥庚跪在地上，好像活不起了似的。老伙计，你可算是来了，这混账东西气死我了。曹旺就开始数落起曹祥庚来。原来曹祥庚去赌钱，不仅把做买卖的本钱都输了，连拖拉机都被他给输掉了。我不是也想多赚点钱交医药费吗？菜你也别送了，你自己不争气，我也帮不了你。铁柱，你再帮我一次吧，我保证再也不去赌钱了。你看我爸还躺在医院里，每天都要几十块钱，你不让我送菜的话，我拿啥给我爸交医药费啊？铁柱，你看在曹叔的份上，再帮他一次吧，怎么也得给他找个营生，是不是？可怜天下父母心，铁柱你就再帮他一次吧。明天你去拿大强的拖拉机，先去送菜，钱你省着点花，攒够钱你自己再去买一台，多了我也不说你，自己争点气吧。转眼第二天，铁柱带着岳林跟王霞继续去卖鞋，同时刘大强把拖拉机借给了曹祥庚，菜也送了，钱也拿到手了。可是曹祥庚路过那个赌窝的时候，又想起昨天输的钱，特么的，老子就不信今天还能输。到了傍晚时分，铁柱他们鞋子也卖完了，加起来10580块，过万了，这是不是就是万元户了呀？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1万块，很快就会有更多的1万块，甚至是100万、1000万、亿万。只要我的人生有足够的动力，我这台赚钱的机器就会一直强劲的运行下去。我们绝对支持你。吃完饭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就看见刘大强满脸着急的在等他。你可回来了，那曹祥庚把拖拉机借去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我就不该有这个仁慈，曹祥庚这个混蛋肯定又去耍钱了，跟我来，咱们赶紧去找找。来到曹旺家里，就看到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你特么少管老子的闲事，给我滚开！再说一次。刘大强也不说话，随手捡起地上的石头，孙老六当即就怂了。曹祥庚输给我们8000块钱，除了拖拉机，还把这院子也抵给我们了。特么的，那是我的拖拉机，你们还给我！大强，别冲动，曹祥庚在哪？那会还在这呢，现在不知道，我们也是替人干活，愿赌服输，除非是拿8000块钱来，否则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了。钱我有，但是不能给你们，带我去见你们老板，我当面跟他说。行，那咱就走着吧。在他的带领下，
来到了在会市东边一片贫民区的赌窝中。你肯定是耍赖了，这赌局不算你。话音未落，铁柱抬手就是一拳。都说了没你说话的份，非得揍你才停是吧？上集说到，在孙老六的带领下，铁柱和大强来到会市东边一片贫民区的赌窝中。德叔他们是曹祥庚的同乡，想来要回点东西。两位小哥想从我这要走点什么？我来拿回曹祥庚输你的拖拉机，还有那套院子。咱有咱的规矩，那叫愿赌服输。我们可没强拽着曹祥庚来玩的，是他自己想试试手气。现在输了钱跟东西，你们想来要回去，有这样的规矩吗？都像你们这样，那我的赌场也就不用做了。叫你一声德叔是晚辈的尊敬，你也是老江湖了。曹祥庚赌钱跟我们没干系，但他输的是我兄弟的拖拉机，是我输的院子。咱们掰扯这些那是浪费时间。你不想给是你不想放弃好处，我想拿那也是为了拿回我自己的东西。你不给，那我就得把你这个档口给点了。你特么敢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，敢在德叔的地头撒野，信不信我让你站着进来横着出去？你算哪根葱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好小子，有胆色，我喜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你指条明路。想拿回拖拉机跟那套院子，不是不可以。看在小兄弟的面子上，曹祥庚输给我8000块，你4000块赎回，要么就跟我赌一把，你赢了，东西免费拿走；输了，从此别提，可好？铁柱面对这样的抉择非常冷静，10赌9骗，什么都不可能赢得回去。但是那4000块他也不想拿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跟这个老不死的公平的赌一局，不给他任何耍赖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一个打手正好拿出火柴打算点烟，铁柱一把抢下他的火柴，拍在桌上。咱们就赌这个猜单双。好，今天我就陪小兄弟玩玩这个，你先猜吧，单还是双？铁柱想都没有想，直接喊了个双，随即把火柴全都倒在了桌上。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手段的赌局。当数到只剩下最后的几根火柴时，铁柱跟德叔都已经看到输赢了。32根双，我赢了。现在可以把拖拉机还给我了吧？你肯定是耍赖了，这赌局不算你。话音未落，铁柱抬手就是一拳。都说了没你说话的份，非得揍你才停是吧？这么一来，其他的打手纷纷掏出家伙。老子看你们谁敢过来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？我说过，愿赌服输，这是房契，拖拉机在后院，拿去吧。那就谢谢德叔了。东西我给你了，可是你打了我的人，这个怎么算？铁柱算是明白了，这个老不死的是不可能让他们轻易把东西拿回去的。他微微一笑，直接拿出500块钱扔在了孙老六的身上。医药费我拿，这回还有什么话说？德叔狠狠地咬了咬牙，今天他是真的栽了。铁柱1秒钟都不想待在这里，跟刘大强取了拖拉机，俩人一前一后直奔上平村而去。赌场里，一个男子从后屋里走出，此人正是于伟文。三舅，这小子叫铁柱，跟他一起来的叫刘大强，给市场赵瑞东送鱼的。我知道你今天火大，很快你就能出气了。那个刘大强每天早上给赵瑞东送鱼，明天他自己的时候，你叫人收拾他一顿，最好把他的鱼跟拖拉机都抢走，抢不走也给他砸得稀巴烂，让他们尝点教训。那个刘大强一脸的丧杀之气，是个打架不要命的主。还有那个铁柱，做事冷静，有条有理，未来不可限量啊。那又如何？该教训就得教训，要不以后谁还怕三舅？转眼到了第二天。刘大强依旧给赵瑞东送鱼，可才到市场口就被10几个打手给围了起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那些打手根本不废话，抡起木棒就开始往刘大强的身上砸。刘大强眨眼间就被打得头破血流。就在这时，来接鱼的伙计跟赵瑞东见到刘大强被打，立刻大喊着冲了上来。一个打手见有人来，掏出匕首狠狠刺进刘大强的肚子上，刘大强疼得失去知觉，眼前渐渐漆黑。赵瑞东立刻跟伙计一起把刘大强送往医院，跟着就让伙计立刻去上平村通知铁柱。今天上午咱们去买家里用的东西，下午我再去进鞋，明天再去摆摊。那咱们明天还去地县卖呗。就在这时，楚喜仙气喘吁吁地跑来。铁柱，市场的伙计来说，大强让人打伤了，在医院抢救呢。几人来到医院，赵瑞东就把当时看到的场面简单说了一下。医生说那刀伤了肝脏，非常的危险，能不能抢救过来，就看大强的造化了。大强这小伙平时话不多，干活肯实，怎么会招惹到那群流氓啊？赵哥，你知不知道市场附近那片平房里有个开赌窝的德叔？你怎么认识他的？那个德叔可是会市的老混子，还是那个于伟文的亲三舅。你等等，你是说德叔找人打伤的大强？铁柱点了点头，就把昨晚去赌窝要东西的经过说了一番。不用说了，肯定是于伟文把刘大强早上给我送鱼跟那个老不死说的。他特么缺了8辈子德，做买卖竞争不过我，却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简直是禽兽不如。就在这时，医生出来了，就差1厘米，他的命就没了。手术进行的也很顺利，你们不用太过担心。于伟文这个畜生欺人太甚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铁柱，你别管了，于伟文跟那个德叔，我来收拾他们。大强是我的好兄弟，被人打这样，我是不可能坐视不理的。他只顾着说话，
却没有注意到岳灵的脸色。他只是低着头看着地面，觉得铁柱做的这些决定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。直到赵瑞东离开，岳灵才把心里的想法说给他听。铁柱，既然你现在都已经学好，那就该跟过去的你彻底的断绝。难道你现在又要变回过去的那个整天打架斗殴的铁柱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？你也知道，刘大强现在只有我这么个兄弟了，我能不管他吗？你给他拿钱买拖拉机，还承包平湖，这些我都没有意见，因为这是要让他变好，让你自己也变好，我反而还会支持你们。可是现在你还想给他报仇，去找人打架拼命，就好像你昨晚去赌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该怎么办？岳林同志，你的批评我虚心接受，但是我也没说去打架呀。我的确是要给大强报仇，但是我也要通过别的方式。谁说一定得通过打架才能解决问题的？你这个女同志太武断了吧？你说的是真的，没骗我，真的不去打架？当然都是真的了，不过现在你得允许我先去揍个人。说完，铁柱猛地冲向楼梯口。上集说到铁柱猛地冲向楼梯口，上去对着曹祥庚就是一顿胖揍。你个混蛋，我就不该帮你。铁柱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刘大强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帮帮我吧，求求你了。你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的话，就去找安保带他们去把那老不嘎的赌窝给点了，要么你就像条狗似的被活一辈子。扔下这句话，铁柱转身就走。见到岳灵的时候，铁柱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发白。小林，你感觉不舒服吗？感觉头有点晕。随后铁柱带岳灵前后一番检查。你有严重的贫血，因为身体机能紊乱，导致还患有贪食症，并且还有了身孕。但是你气血失调以及神经系统紊乱，得服用一些药物，这对胎儿的发育是有伤害的，建议还是别留为好。听了这话的岳灵跟铁柱都是身心一顿。小林，你别难过，气血失调跟贪食症都容易治疗的，其他的别往心里去。小伙子说的没错，这都不是什么大毛病，多开几副药，平时注意休息，避免受到刺激。至于孩子，趁现在还早，可以使用药物打掉。你们小两口还年轻，等身体调理好了，药也来得及。对不起，铁柱，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傻了，你说啥对不起？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如果不是我混蛋，怎么会让你经历这么多的痛苦？如果不是我对你作孽，怎么会对你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？如果能够代替的话，我宁愿代替你去承受这些痛苦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很痛苦，我也不好受，都怪我的身体不行，否则我一定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。都说了不怪你，等以后身体好了，咱们再生一个。傍晚的时候，赵瑞东来到了医院，见刘大强没啥问题，低声的说了句话。铁柱立刻想到个主意，便在赵瑞东的耳边低语了几句。这样能行吗？那于伟文可不傻啊。就是因为他不傻，所以我才这么做。对付这样的人，就要一次伤到他的根本，让他再也爬不起来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做，明天早上咱一起过去。回到家，铁柱马上就给岳灵煎了药。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，别跟我去卖血了。明天让我爹我娘来帮你煎药，你一定得按时按量的吃。好，你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。回家之后，铁柱就把岳灵得病的事跟老两口说了一番。可怜的孩子，咋能得这个怪病呢？这都有了身孕了，造孽呀！那大夫有没有说小林以后还能不能生？你就想着你们老楚家的香火不是个东西，那个什么药，小林今天晚上就吃了。喝了中药，没一会就吃了。我得先去把鸡杀了，这跟坐月子没啥区别，得大补才行。老东西，你去给我拿点小米，明天一早再去换点红皮鸡蛋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铁柱接上赵瑞东，俩人一起往新鲜的鱼塘开去。七叔你好，我叫铁柱，早就听赵哥说您是养鱼的一把好手，这次我可是来向您取经的呀。客气了，有啥不懂的你就问。年轻人想干点买卖那是好事，我们这些老骨头别的没有，经验还是有的。七叔听过平湖吗？咋没听过？那是咱会市乃至整个省都算得上的大湖，头些年我还去过呢，好地方啊。平湖有一半属于上平村，有一半属于下平村。上平村的1000亩我已经承包下来了，只要不破坏环境，遵守规定，就可以随便的养殖鱼类资源。那么大的平湖，我自己根本做不过来。七叔如果有意思的话，我给您200亩的水域面积，扩大您的生产能力，您觉得怎样？铁柱，你逗我这个老头子开心了吧？平白无故的，你这是要干嘛？七叔，那我也不废话，我要你从明天开始不再给于伟文供货。七叔一愣，有点听不明白了。于是赵瑞东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讲述了一番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那于伟文这么缺德吗？七叔，咱爷俩可不是才认识的，我赵瑞东是啥样人，你最清楚。我能拿着话骗你吗？那个于伟文平时明着暗着跟我竞争，我也没跟他一般见识，但是这次他把我兄弟都差点打嘎，换作是你生气吗？老子能嘎了他，像这样的人，就是你们不说，我也不会再卖给他一条鱼。七叔，那200亩的水塘您就别推辞了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去用，只求您帮我这个小忙就行。像于伟文那类人就该收拾他。老头子，我实在是太喜欢那片湖泊了，那可是天然的湖泊啊，不像我这鱼塘还得蓄水才行。这样吧，那200亩湖泊我先收下，你们养殖方面有啥不懂的，尽管问我就好。
第一步的计划算是成功，另一边的布局也同时开始。买鱼啊，同志，要大的还是要挑一般的？男子摇了摇头，转身走到赵瑞东的鱼摊。买鱼吗，老板？鲤鱼怎么卖的？1块5一斤。多买能不能便宜点？我是饭店用，不是自己吃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老板不在家。先生您能要多少呢？大概需要1000条吧。我的要求是每条都得在3斤以上，看看行不行？于伟文一听，眼里瞬间迸射出一股贪婪。那可是3000多斤啊，这个我真的做不了主。但是我家的鱼基本都是便宜卖，1斤鱼也就赚1毛多钱而已，便宜可能也便宜不到哪去。男子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要去别的鱼摊。于伟文看准机会，急忙招呼道：老板，我家鱼便宜，咱俩说说，保证让你满意。我要的是3斤以上的新鲜鱼，你家的鱼小还不新鲜，我还是再看看吧。好鱼咱有，你看到的这些都是卖剩下的，整个市场属我家的买卖最好，前后远近的都知道我于伟文做生意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所以我的鱼卖的最快。你想要多少鱼？一句话我就能给你弄来。1000条。先生，请问您贵姓？做啥买卖的？要用这么多鱼？我叫黎国强，一道香饭店就是我开的。原来您就是一道香饭店的老板啊！久仰大名，失敬。别整那些社会上的东西了，我这几天每天都有几百桌的酒席，鱼用的就多。说点实在的，能不能搞到鱼？多少钱卖给我？别人弄不了，我于伟文还弄不了吗？这样吧，我1块3卖给你。别人都是1块5，你给我1块3，一看你就不是个实在人，到时候弄些不好的鱼糊弄我。算了，我还是去别的鱼摊看看吧。李老板，你听我说啊，给你1块3，不是看你要的多吗？我这也是薄利多销啊，鱼肯定是没问题，您就放100个先。算了，我看你不像做买卖的，我还是去对面买他们1块5的吧。我的饭店可不能冒险。李老板，你就说你咋才能相信我？1000条鱼，3000多斤，好几千块钱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跟我去饭店，咱俩签个合同，到时候你要是敢违约，我肯定不答应。你觉得没问题？咱现在就去我的饭店签合同，弄得好，以后我都在你家订鱼。于伟文眼珠里闪过丝丝的犹豫，合同那东西可不是随便签的。就在这时，赵瑞东也回来了。老板，我也给你1块3，买我家的。李老板，可是我先跟你谈的，他这是抢我的买卖。所以我就不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做生意，你咋还想强买强卖啊？我说过你要是跟我签合同，我就跟你谈，能不能别浪费我的时间？我签，现在就去你的饭店，咱签合同。黎国强的眼底瞬间划过一丝得意。赵瑞东跟黎国强是拜把子的磕头兄弟，一切都是铁柱的布局。你个老不嘎的，有钱你不赚，敢不卖我鱼，你信不信我叫人整嘎你？你敢再骂我一句，我插你个混账东西！上集说到，于伟文跟随黎国强一同前往饭店签合同。平时我都是自己叫人去外地买鱼，然后放在外面的塘子里养着，只是这次用的比较急，才跟你谈的。合同看看吧。一句话就打消了于伟文的疑虑，于是他接过合同仔细看了看。李老板，这写着如果我在明天中午之前不能把鱼送到，就要给你鱼价5倍的违约金，这个能不能不加？你是不是跟我玩呢？我明天好几百桌酒席等鱼用，你要是送不到，我赔钱都不算啥。我的名声值多少钱？5倍都是少的，我没写10倍就不错了。你能接受就签，不能接受就走吧，顺便把你对面那家鱼摊老板叫来。不过分，我签。李老板能不能先交点定金给我？毕竟3000多斤鱼也有点压力啊。交什么定金？我这么大的饭店，能说不干就不干？你那个小鱼摊收拾就不见了，到时候我找谁去？而且合同里也没有写定金，明天鱼送到再给你钱吧。好吧。于伟文回到市场，还冲着赵瑞东嘚瑟，卖鱼都能签合同，这买卖是越做越大了啊。看来我这鱼摊也得扩大经营了，要不以后生意太好，忙不过来啊。不像某些人做了几年还是那么个小鱼摊，丢人啊。赵瑞东只是冷笑的看着他装逼，看他明天怎么哭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于伟文早早来到新鲜鱼塘。七叔，今天我可给你送个大买卖啊！有话说话，别弄这些没用的。七叔，今天要的鱼多，得给我装1000多条吧，都要3斤以上的。我这边着急送，让人手脚麻利点，赶紧装鱼。没有，1条都没有。啥？七叔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，满池塘的鱼咋就没有？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不仅是今天没有，以后都没有。七叔，您这是干嘛啊？送上门的钱您都不赚，还是有人不让你卖给我啊？你可别听某些人胡说八道，他们是看我赚到了钱眼气才使坏的。废话少说，鱼是我的，我想卖就卖，不想卖就不卖，你别跟我这腻歪。七叔，我一点都不瞒您，这批鱼我是跟人签了合同的，您要是不卖给我的话，我得赔人家好几万块钱，您行好行吗？你别废话了，我说不卖就是不卖。你个老不嘎的，有钱你不赚，敢不卖我鱼，你信不信我叫人整嘎你？你敢再骂我一句，我插你个混账东西！老不嘎的，你给我等着！他才拐到公路上，就被铁柱等人拦了下来。于伟文瞬间明白他被人给耍了，愤怒的铁柱上去就把他给薅了下来。铁柱，咱有话说话，别动手行不行？铁柱可不管他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。我的拖拉机在哪？在我家的院子里放着呢，我本想着过几天就给你的，我真没想要那拖拉机。那个老不嘎的猪窝搬到哪儿了？
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啪的一声，又是个大嘴巴子。问你就说呗，你嘴能有多硬？我说还不行吗？搬到二专厂对面小卖部的后面去了。话音落下，铁柱抬手，又是个大嘴巴子。说了也要打呀。于伟文，从我到市场卖鱼，你就跟我过不去。我本想着和气生财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可是你却变本加厉，还想断我的财路。我要是再忍着，还是个男人吗？知不知道我跟国强是10几年的拜把兄弟，找你卖鱼就是注定要坑你。我也不打你不骂你，现在就说说你跟国强的合同吧。道理很简单，你坑我兄弟，我就坑你。合同是你签的名，现在鱼你是肯定送不到了。说说违约金吧，咱就按每斤鱼1块3来算，一条鱼3斤，1000条就是3000斤，那就是3900，再算个5倍，那就是19500块。现在拿，还是我给你送到安保处，你再拿。于伟文是恍然大悟，一直以为赵瑞东是个老实人，没想到他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拜把兄弟。我现在只有15000块钱，根本拿不出19500啊。拿不出也行啊，你不是还有鱼摊吗？剩下的钱就用鱼摊来顶了。现在带我的小兄弟去拿拖拉机。好，这就去。这位李老板还可以啊。哎，以前我们兄弟6人在会市天天打架，整个会市的黑道、江湖什么的，没有人敢不给面子。可是后来3弟跟4弟被仇家弄嘎，5弟去了帝都做生意，6弟出国去了。没看出来啊，赵哥以前还是个大哥级的人物呢。已经不做大哥很多年了。聊着聊着就到了于伟文住的地方，曹翔跟输掉的2台拖拉机都在这里，于是叫2个会开拖拉机的手下先把拖拉机送回上平村，跟着于伟文进屋，把15000块钱也给了黎国强，当面签字把鱼摊过给了赵瑞东。此时此刻，铁柱已经带着人来到了德叔的赌窝，10几个打手冲进赌窝，德叔直接被一个打手照腿就是一棍子，当场就废了他一条腿。打残他还不算，铁柱叫人直接把老布嘎达还有他的手下扔到安保管理部的门口，一切收拾妥当。铁柱最后来到医院，大强拖拉机找回来了，你的仇我也给你报了，找人打你的那个老布嘎达，我叫人废了他的腿，这辈子他都别想站起来走路。你是我的兄弟，谁敢动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便宜他们了，我真想弄嘎他们。以后别有这样的想法，好好的做买卖吧。我还给你请了个养鱼的师傅，等你出院回去之后，就好好的把鱼塘弄好。正说话的时候，赵瑞东也拎着补品来了，并且还把那15000块钱也带了过来交给铁柱。赵哥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不要不行，这是我跟你离哥的意思。这次能教训于伟文，还得了他的鱼摊，全都是你的功劳。鱼摊我要了，钱我们不能拿。你要当我是你哥，就把钱揣起来，别跟我争来争去的，让人看了笑话。大强，好好养着，我还等着你给我送鱼呢。谢谢赵哥。行了，你们聊着吧，我先回去了。赵瑞东走后，铁柱拿出8000块给了刘大强。你这一身的伤也是为我受的，要是那天送鱼的是我，躺在这里的也会是我。这钱虽然说不是啥正经赚来的，就当于伟文赔你的医药费以及我的损失了，咱俩一家一半也说得过去。等你的伤好了，就用这个钱盖几间房，再说个媳妇啥的。回到上平村，铁柱家门都没进，直接来到王霞家。咱要吃也吃有营养的，肉啥的少吃点，那东西吃多了容易变胖。咋了？你怕我吃胖了给你丢人是吧？这话说的，我要是怕你胖，我还给你买肘子、烧鸡跟猪蹄子嘛。今天我还给你买了只烤鸭呢。哎呦，你这是在哪儿买的呀？那你就别管了，赶紧趁热吃。你也吃，咱俩一起吃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听见院子里的王霞喊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街上吉铁柱听到小姨在院子里喊，于是冲出屋子，看到是曹翔更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是一顿暴揍。铁柱，你能不能别打我了？我爹在医院都没钱交医药费，人家医院说再不交医药费就让我爹出院。我不是人，但是我爹没错吧？我想继续送菜，给我爹赚医药费啊！你要是再敢给我弄那些见不得人的，老子亲手嘎了你！扔下这句话，铁柱就往家走。他没有原谅曹翔哥，而是可怜曹旺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铁柱来到制鞋厂，此时的制鞋厂还是一片冷清。库管阿姨说孙德林昨天回来了，但好像也没有解决啥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孙德林也来到了库房。来了，铁柱，这鞋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，我准备把工厂关了。这么好的鞋厂咋能说关就关啊？不关不行啊，鞋子的设计跟不上，没有市场，卖不出去，只能是干耗费用。我前几天去南方那边看了看，人家的设计的确是不错，市场卖的也好，我的鞋子根本没有竞争力，不关也不行啊。如果只是因为设计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会设计鞋子？之前人们穿的喇叭裤几乎把鞋子都给盖住了，也不需要什么款式。但是现在喇叭裤已经开始过时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瘦脚裤，对鞋子的款式要求就高了。我可以给你几款我平时想的鞋子样式，你参考一下。有笔跟纸吗？我现在画给你。走，去我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铁柱根据记忆里的款式画了一些草图。你是咋想出来的？这些鞋子也太好看了吧，特别是这款女士高跟鞋，不仅打破了高跟鞋固定高度的概念，这种设计简直是太时髦了。还有这个小皮鞋，这款式太好了，简直就是艺术品。我也是按照想法画的，不专业。如果你觉得行，再叫你的设计师好好的美化一下，相信这些款式绝对能够让你的工厂活过来。太能了，
我现在就缺少这样时髦的款式，我立刻叫设计师回来打版生产。铁柱，你又帮了我个大忙啊，我该怎么谢你呢？既然设计是我出的，那么我要利润的10%，这不过分吧？如果你还能有更好的设计，别说10%，20%都没问题。那就说定了，适当的时候我还是会给你一些设计的。孙德林高兴，一下就把库房里剩下的6000多双鞋全都白送给了铁柱，但他只是一个款式拿了10双，跟着就离开了。铁柱哪都没去，而是来到了鞋帽批发市场。看看鞋呀，这鞋怎么拿货的？那个12，外面零售都卖20，有没有比这更便宜的？那是最便宜的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算了。我看姐姐好像心情不好啊，是不是买卖竞争不过人家呀？我有个主意，能让你买卖的瞬间好起来。啥主意？你家的鞋罩比别人家都贵一点，所以买卖就不好。相同款式的鞋子，别人家才批发11，你就批发12块。都知道你家的鞋子贵，谁还来当这个冤大头？你要是想买卖好，就得有促销的手段，让别人觉得你家的东西便宜。啥叫促销？促销就是促进销售，用低价的商品带动其他商品销售的一种方式。说到底，就是你手里都有质量好还便宜的鞋子，然后用那些便宜鞋子做促销，别的鞋子也会增加销售的。你说了等于没说，我上哪儿去搞便宜的鞋子？没有便宜的鞋子，还搞什么促销？我有，而且还特别便宜。随后俩人来到市场外，刘姐把那些样品鞋都看了一遍。你这鞋子多少钱批发给我？6块。6块我可不要，你看看你这些的款式，去年都已经过时了，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单鞋，这眼看着就要入冬，都买棉鞋穿，谁买单鞋呀？不要不要。你这就说对了，如果不是过时货，大家怎么会相信你便宜卖？这就叫反季促销。别的不说，你就看看这鞋的质量，6块钱你觉得贵吗？再说了，你也不是卖给城市人穿的，都是批发给农村的好不好？我手里一共有6000双，那可是通过门路搞来的便宜鞋子，你拿到市场喊7块一双，分分钟抢光，倒手赚6000块，还能带动你别的鞋子，到时候也不止赚6000块吧？自己想想，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可就便宜别人去了。你说的倒是有点道理，这样吧，我先少要点，你给我送500双，看看效果，行的话，那我就都要了。铁柱立刻回鞋厂，第一次先拉了400双鞋子卸好，铁柱还帮着喊了几嗓子。挥泪大甩卖，挥泪大甩卖，各种男女皮鞋7块一双，数量有限，预购从速啊！什么鞋7块一双这么便宜？是皮鞋吗？不是假的吧？要是质量好，弄点真行，价格真的很便宜啊。质量没问题，这都是鞋厂生产的好鞋子，要多少你们就说，也只有这一批呀。给我50双，这鞋真不错啊，才7块钱。就是款式有点老，可价钱好啊，我要100双。多拿能不能再便宜点？1分钱都便宜不了，一双鞋我们也就赚个辛苦钱。质量你们也看到了，啥毛病没有就等于白送一样，你们要就快点要，不要的话就先靠边，数量有限啊。400双鞋眨眼抢光，铁柱让大家先等着，他又连着弄了3趟，一次400， 3次1200双，依旧是疯抢。今天赚了不少的钱，你一共给了我1600双鞋，9600块钱，你点点看。姐，不数了，我信得过你。姐是真喜欢你这张嘴，走吧，到家里去，姐给你弄俩好菜，再烫个酒，咱俩暖暖和和的喝点。铁柱从刘杰那满是诱惑的眼神里就知道他是啥意思。姐，今天我得早点回去，媳妇还等着我吃饭呢，改天有空我再陪姐喝点。你结婚了？孩子都会打架了。刘杰也没有再要求，约好第2天把所有的鞋都送来。接上吉铁柱从市场回来，直接来到小姨家。今天的生意好吗？这是我今天卖的钱，不错吧？咋这么多？铁柱把在鞋厂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番。你还会设计鞋子，跟谁学的呀？我是无师自通自己琢磨的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被市场接受。反正孙老板觉得不错，你这几天好好的吃药，调理好了，咱赶紧去给市里的房子置办家具。我估计周叔那边很快就能给你们把工作办好，咱把该准备的都提前的准备好，到时等着上班就好。阿姨说我至少得在屋子里待1个月才能出去，到时候要是工作咋办？我娘也是为你的身体好，那你就先养着，只要工作办下来，什么时候去上班都可以，身体才是最主要的。回到家，铁柱拿起那本经方药书翻看起来，甚至还找到了治疗贪食症的方子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铁柱拉着鞋子来到市场，因为昨天买卖好，今天刘杰又找来一男一女俩帮手。铁柱，这2位是我的朋友，他叫徐敏，那个叫杨茂华。今天能不能把鞋都送过来？买卖好就多卖点。还有4000多双鞋子，我尽量的送吧。啥叫尽量？是一定得送来。我们进你的鞋是给你面子，别不识好歹。铁柱，别理他，你赶紧再去拉一车吧，今天再帮姐多卖点。姐，没啥的，我现在就去。等铁柱离开，杨茂华很是厌恶的说道：刘杰，你在哪儿找的这么个土老帽，让他把鞋都送来？他还弄了个尽量，一看就是个农村老干。你别跟我找茬，要帮你就帮，不帮你就走。别啊，我来就是帮你忙的，主要是我看他没安啥好心，哪像我这么实在的对你是不是？今天我也给你露一手，就看我的吧。
我就让你来帮我，你把他带来干啥？恶心死了！是他死皮赖脸跟我来的好吗？我还能把他一脚踹开。他对你的那点心思你不知道啊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，赶紧弄摊子吧。因为鞋子便宜，质量又好，很快第一车就卖完了。铁柱很快就把第二车送了过来。这时杨茂华就开始作妖了。因为鞋子太畅销，现在10块1双啊，要买得来我这报数，不挑码不挑款，要多少先把钱给了再拿货。你这是坐地起价啊！批发市场的规矩你知道不？特的，老子就不买你家的货。在这位大哥的带动下，人们都不猛了。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还是7块价格不变，他才来的，根本不知道价格。别拦着他们，爱买不买，就是10块钱，我就不信没有他们，我这买卖还不做了。众人见他那个德性，直接甩手离开。你赶紧给我走，我不用你在这里给我帮到忙，走。你生啥气啊？我这不也是为了让你多赚点吗？你听我的吧，就10块钱1双，卖7块是为了搞促销，你卖10块谁会买？你不就是个破送货的吗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做买卖的时候，你还在农村摸鱼呢，你懂个屁！人家懂得比你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给我滚！你别逼我跟你翻脸，滚！任凭刘杰怎么说，杨茂华就是不走。铁柱一看这阵势，二话不说就要走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看热闹的钱老板直接来了个截胡：“小伙子，先给我吧，有多少我全都要了。”人家钱老板一阵大声吆喝，摊子上瞬间围满了人，几十上百双的拿。看到了吧，这样的人你还要他的货？我就说他不是个东西，你还不信？你们给我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铁柱一天的时间就把所有的鞋子都给钱老板送了过来，4800双鞋，一共是28800。卖完，铁柱直接离开市场回家。李世雷打不动啊，我看就是天上下刀子，你都得来。不知道我是为啥来的吗？小林，今天的药喝了没有？阿姨在家给我煎好送来的，还给我炖了鸡汤。就在这时，灯光忽然熄灭，屋子变得一片漆黑。别怕，可能是村子里的电线又断了。小姨，找根蜡烛。王霞很快找来了蜡烛，总算让漆黑的屋子有了亮光。这还有个人呢，注意点影响。我先回去，明天我再来。不行，你别走，我害怕。那我不走了，今晚我在西屋睡。到了半夜都睡着的时候，一个鬼鬼祟祟的影子慢慢的靠近窗户，跟着就翻窗进屋。岳灵猛然惊醒，看到眼前黑影时，吓得他是一声尖叫。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铁柱，铁柱！听见喊声的铁柱直接冲了进来。黑影一看有男人，速度很快，直接翻窗跑了。老子知道你是谁，别让老子看见你，否则我能打你。小林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今天晚上就不睡了，看谁敢来。那个人是谁呀？有没有看到他的脸？太黑了，没有看清，但肯定是上平村的人，不管他是谁，这里不能再住了，明天咱们就去市里买家具搬过去住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到了市里，铁柱先去药店买了药，跟着来到家具市场，床、柜子、家用电器，只要是岳灵跟王霞喜欢的，铁柱根本不犹豫，掏钱就买。所有的东西布置完以后，铁柱来到医院。曹望叔感觉咋样了？好了不少，大夫说过些天我可以试着下地走一走，我能恢复的这么好，多亏了你啊铁柱。曹望叔可别这么说，我这次来是想让你帮我个忙，我想承包南乡后面的那片荒山，您跟南乡的农叔可是过命的交情，想请你跟农叔打个招呼。你要那片荒山干什么？又不能种粮食，也不能种蔬菜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但是能种一些经济作物啊，比如人工饲养的人参啥的，也能赚到钱啊。老农那边只要我一句话，他就得同意。至于怎么承包，到时候你们自己谈。回头你去下南乡，把老农接来，我亲自跟他说。接上集，第二天一早，铁柱就把农怀安接到了医院。老伙计，你这是咋了？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一条命担着呢，嘎不嘎的也没啥，能喘气。咱还是老哥俩，我这次能捡回这条命，全靠铁柱。又给我拿钱，又给我找医生，咱老哥俩还能再见到面。这次把老哥哥请来，是有个不情之请。铁柱想承包你南乡后面的那片荒山，开发经济沟，种植人参什么的。晚辈想创业，咱们当长辈的要支持。铁柱对我还有救命之恩，我今天就豁出这个老脸求老哥哥一次，把荒山承包给铁柱，行不行？你这说的是啥话？你对我难道没有救命之恩吗？不就是一片荒山，你一句话就行。谢谢农叔这么支持我，您看我出多少钱承包合适呢？那片荒山算下来足有6万多亩，我估计你也用不上那些，但是要承包就得一起承包，我按照1年1000块钱承包给你，能不能接受？老实说，1000块钱的确是有点多，但是您能一次承包给我10年的话，那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一听铁柱承包10年，这可是个大数目了。农怀安当即点头答应。铁柱随即把提前写好的合同拿了出来，也交了1万块的承包款。农叔，从现在开始，南山就是我的了。合同上写的清楚，南山地皮上面的，包括树木、野生动植物都是我的；地皮下面的，包括我种植的种子等等，那也是我的。外人不得随便进山采伐。我既然跟你签合同，拿了你的钱，那就是全都同意，不用再说了。铁柱嘴角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，这份合同就是他真正财富的开始。因为在那片荒山的下面，
有至少5000万吨的煤矿资源。从医院出来，铁柱便回上平村了。爹，您这是咋的了？昨天下雨，房子漏水了，今天让你爹上房换个瓦，摔下来了。这活你自己干，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吗？怎么不跟我说？指望你，我们可指望不上。有了媳妇忘了娘，整天的就知道往岳林那跑，家里什么都不管。我要你这个儿子有啥用？还能指望你养老？爹，这房子不要了，我带你们去市里住。不去市里住，我们在农村都自由惯了，每天不看看山，不看看地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你爹说的没错，咱家的亲戚都在农村，去市里住，想见一面都费劲，还是在农村好。那明天我就找人把这老房子扒了，盖新房。你说的容易，盖座房子的好几千块钱，你那钱是大风刮来的。钱就别管了，这事我说了算，明天就叫人来弄。第二天一早，铁柱直接把镇上工程队的包工头韩老本给带来了，并且当场敲定，以5000块的价格直接起一座2层小洋楼。房子解决以后，铁柱又买了一台彩电，来到周恒家。铁柱，你太客气了，弄得我都特别不好意思。不过你来的正好，这个是让林林跟王霞去农业公司实习的通知书，转交给他俩。怎么是实习？现在农业公司的员工都是属于爆满的状态，想安排俩人去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办的。这也是廖总跟我的交情不错，破格收下的，让他俩实习也是好的，就算积累工作经验嘛。工作出色的话，转正还是有希望的。听到这里，铁柱心中可是特别的不痛快，前后花了这么多钱，光是那张邮票就值多少？结果弄了个连工资都没有的实习，关键是他还没法说啥。周恒的意思很明显，能安排实习都很不错了，想要转正那就看他们自己的了。铁柱淡然一笑，太好了，周叔，小林知道这个消息肯定非常高兴，我现在就把这个给他们送去。没必要跟他废话，铁柱直接起身告辞。我不去，小林说的对，咱花了那么多的钱，又是邮票又是彩电的，凭啥就给我们安排个实习？而且这个实习连用工合同都签不了，我们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？农业公司是个旱涝保收的大单位，几乎就是一个人盯着一个坑，总不能来一批新人就辞掉一批旧人吧？像他这样的单位，可以说是职场上所有的勾心斗角都会出现，有脑子的都能混得不错，没有背景的就是再有能力也混不起来。他们能答应你俩去实习，我考虑还是看在小林父母的面子才答应的，又不想让你们把别人给顶掉，于是就走个过场，让你们知难而退，到时候小林的父母问起来，他们也好交代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不仅要去，而且还要干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。你说的倒是有道理，可是我跟王霞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，人际关系这块我们也不懂，那不是干等着被辞退吗？这些东西没有那么难，有啥你们解决不了的，我都会帮你们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尽管去工作，别的交给我了。之前你们拿去买点好看的衣服、鞋子、化妆品啥的，别管实习还是正式的，总得有个上班的形象是吧？转眼到了第二天，铁柱来到了会市最大一家金店。今天的金价是多少钱了？今天最新的价格足见28块钱一克。铁柱也不墨迹，立刻把自己所有的现金全都买了金子，整整850克。因为他知道受国际货币影响，金价将在1天之内上涨150%。金店的服务员也是满脸惊讶。第二天，铁柱拿着剩下的650克金子再次来到金店，以每克65元的价格全部售出，只是一晚上的时间，净赚16570块。如果算上送给岳林、王霞还有王秀莲的，可能会赚得更多。同时，岳林跟王霞也来到农业公司报道，都觉得农业公司好，都想来农业公司，现在连打扫卫生的都10几个了，让我怎么给你们安排？面对这种情况，俩人也只能是默不作声。这样吧，你俩先去业务部报道，先从一个实习业务员开始做起，实习期间没有工资，没有任何的福利待遇，业务能力够的话再考虑转正。宋主任，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省农业大学毕业，而且也做过2年的实习，按照道理来说，不是应该让我们去技术部门吗？怎么要让我们去业务部？我们根本就不懂业务啊！大学生又怎么样？来这里的都是大学生，还有教授呢。你们要想在这干，就听分配，不想干我也不强求。再说了，连公司业务都做不好的话，你们还能干吗？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岳林还想据理力争，却被王霞给拽了出去。你跟他争论什么？铁柱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这个农业公司就是勾心斗角的地方，那个满身臭味的老娘们明摆着就是想让咱们知难而退，咱偏不离开。现在咱就去业务部。可是我们根本不懂做业务啊，不懂就学呗，谁生下来就会啊？赶紧的吧。你们就是新来报道的2位女同志吧？非常欢迎你们能来业务部实习，希望你们能够愉快的工作，早日融入这个欢乐的集体。是这样的，于主任，我们是农业大学毕业，对业务根本就不熟悉。咱们单位的业务都包含什么内容？能给我们解释下吗？其实业务部的工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，平时也就是跑跑腿，解决一些采购或者销售方面的问题，再就是跟单位的高层陪客户去吃饭、喝酒，还有就是做些宣传工作，没有别的。还要陪人喝酒？王霞跟岳林都吃惊的看向于思凯。
其实这没有什么坏处，反而还有好处。你们可以通过陪客户吃饭，认识更多的社会精英，这对你们来说也是积累人脉的好事。不过你们也不用害怕，我作为你们的主任，也会关照你们的。毕竟你们这些大学生对社会还不是很了解，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保护的。说话时，于思凯那色眯眯的眼睛落在了岳灵的脸上。那些打手被打的是鼻口窜血。你疯了，打群架而已，你下狠手了。上集说到岳灵和王霞来到办公室了解工作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正式上班？我们的办公室在哪呢？是这样的，业务部主要就是在外面跑业务，每天早上7点来我这里报道，然后我会给你们指派一些工作内容。总的来说，工作还是比较自由的，不用在公司坐班，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有办公室，也没啥问题可问了。王霞便跟岳灵告辞离开，于思凯一直给俩人送到楼下，依依不舍地目送岳灵那曼妙的身姿离开，才转身就看到宋丽正在冷冷地盯着他。宋主任吃了没有？是不是得感谢我给你的业务部送去俩漂亮的女大学生？我还从来没见过于主任亲自送过谁到门口呢。宋主任这话说的，我是看他们俩是新来的，对他们热情点，也让他们知道咱们集体的温暖。您这是想到哪去了？没啥的，我来只是想跟你说，廖总觉得你们业务部实习的人有点多，其中有很多都是来混日子的，业务能力很是差，所以他给你们业务部下达了一个指标，叫新来实习生以低于市场价50%的价格收购20万吨大米，指标限时半个月，到时候做不到的就不用来上班了。说完，宋丽便转身离开。这公司没一个好人，特别是那个于思凯，他的眼睛老是在你的身上打转，一看就是个好色之徒。我也觉得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就在这时，铁柱也来了。今天报道感觉咋样？王霞从头到尾说了一番，特别是说到于思凯的时候，你要是瞧见他看岳灵的眼神，估计你都能揍他，恶心巴拉的。那是正常的，我的女朋友必定是全世界最出色的女人，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去吧。这句话让岳灵心里乐开了花。吃过晚饭，铁柱便想回家看看房子弄得咋样了。刚走到车旁，还没上车，一人跑了过来，随后一群拿着木棍的人便围了上来。铁柱却正好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杨茂华。杨茂华也看到了铁柱，正想着找机会报仇出气呢。他们是一起的，给我打卡他们。场面顿时一片混乱，那些打手被打的是鼻口窜血。你疯了，打群架而已，你下狠手了。他这一说话，铁柱冲过去就是一顿暴揍。哥，别打了，你要实在想打就打屁股吧。哥，你还有便宜鞋吗？便宜鞋的过一阵子，现在是淡季，没货，都给老子滚，要不再打你们一轮。众人一看铁柱打架不要命，谁还敢跟他打？一溜烟全跑了。咋的，还不走？等我供饭呢。兄弟，好身手啊，居然还能一边打架一边做生意，佩服。该干嘛干嘛去，老子没心情跟你磨叽。我叫关向全，是个粮食批发商，今天你救了我一次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你做粮食批发的跟人打架，偷人家大米了？正好相反，是他们想抢我的大米，整个汇市超过80%以上的大米都是我供应的，这条赚钱的路子，有人看着眼红，就想抢过去，明的斗不过，就给我来暗的。兄弟，你今天救了我，想要啥直接说。啥都不要，你该走走你的吧。行兄弟，有任何需要就去粮食批发市场找我，任何时候都请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岳灵跟王霞准时的来到农业公司上班。于主任，我们今天干什么活呀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你们俩本来是新人，按照道理来说，有些机会是轮不到你们的。但是我这个人向来都认为公平才是一个企业的根本，没有公平哪有什么发展？所以我特别的给你们留了个机会。你们也知道，农业公司本身是以粮贸为主的企业，现在公司需要采购20万吨优质大米，为了发挥企业的优势，还要求这些大米以市场批发价的半价购进。我把这个机会就交给王霞同志你了。于主任，我根本没有跑过这样的业务，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，您能给我点简单的工作吗？其实这工作本来应该是采购部做的，但是现在采购部忙着收购秋粮，没有时间，只能交给咱业务部做。本身这也没啥困难的，你就去粮食批发市场，先问问价格，再跟老板谈价格就可以了嘛。公司给你半个月的时间，足够了。那如果做不到呢？这次也是考验你的能力，如果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，公司就不可能留你了。那我收购大米，岳灵干嘛？岳灵同志就留在公司，帮忙整理下业务部的文件跟资料就行，他不需要跟你去跑业务。于主任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还是要求跟王霞一起去跑业务，而且我不是来体验生活的，我是来锻炼自己的。那行吧，既然你想锻炼自己，我也给你提供这个机会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你们。此时此刻的铁柱买了些礼品来到纺织厂，还未进门就听到有人喊他，回头一看，居然是刘姐。你咋来这儿了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来纺织厂干嘛？我过来见个朋友，想批发点布料。你在纺织厂有朋友？你那么惊讶干嘛？有啥想说的？就因为那个便宜鞋，我在批发市场都没法干了，那我干脆就不干了。正好我有个朋友的小服装厂出队，我花了5万块钱给买了下来，以后我就往服装方面发展，想过来跟纺织厂联络，拿点便宜布料啥的。我还想着找谁说呢？既然你有朋友，还有路子，
更有脑子，那你就带带我吧，行吗？那跟我来吧，但是见了人你别乱说话，你这个老娘们说话没把门的。说谁老娘们呢？人家才32岁，还没结婚呢，好不好？铁柱来了，快请坐，请坐。你今天咋有时间来看你袁叔了？铁柱先把藏在袋子里的礼品放在了桌上。铁柱，你这是干嘛？袁叔一直都很关照我，也一直没机会谢谢袁叔，今天正好有时间，就来孝敬袁叔，也不是啥值钱的东西，您就收下吧。你这孩子啊，还跟你袁叔客气。我们陶总跟老马那是多少年的交情了，在我们面前，老马可是一直都在说你是个好孩子，在我这里，你有啥话就说，还送啥东西啊？是这样的，我跟朋友合伙开了个小服装厂，想求袁叔给我批点面料。年轻人创业是好事，我本就应该支持你，这还用求吗？我现在就给你个条子，你拿去销售部给孙经理，他就给你安排了。铁柱接过条子看了2眼，心里却并不满意。批准销售纯棉优质混纺面料100匹，这些布料最多做600多套衣服，而且还没有说价格，那意思就是用正常价销售给我。谢谢袁叔。对了，我那天听马叔说你儿子后天要举办婚礼是吧？那我怎么也得随点礼啊。我正为这个发愁呢，后天就要举办婚礼了，现在饭店还没有定下呢。我跟我爱人两边的亲戚多，估计得有400-500人，酒席就得订最少50桌。会事能承办的酒店只有1道厢，可是人家那天都已经排满了，一桌都倒不出来，别的饭店根本不可能，都要愁死了。很正常，现在结婚都这样，全都挤在那一个好日子结婚。袁叔，你就是要订50桌是吧？你能订到桌吗？要能的话，你可真帮了我的大忙了。像我们这些做买卖的，就是认识的人比较多，大家也都是彼此捧场，当自己人对待，买卖才红火。我跟1道厢的李老板也算是有点交情，我之前也经常以平价给他送鱼，我去跟他打个招呼，应该没啥问题。哎呀妈呀，铁柱，我要知道你跟李国强认识，我这都愁的头发都大把的掉，你快点帮我去问问。铁柱微笑的点头，目光却看向了那条子。这条子写的不对，我这2天让这个婚礼给折磨的都要疯了。跟着又拿着条子交给铁柱，条子上写着批准以半价无限量供应优质面料。明天中午你就叫人去订桌吧。那咱可说准了，明天中午我就过去。原来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个送鞋的，可是现在我终于发现你是个做大买卖的人呐，这人情面子让你都玩透了。你看袁茂祥的表情了没有？他都恨不得亲你2口，还半价无限量卖给咱料子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估计跑断腿都拿不到。铁柱可没心情跟他扯淡，这就是商业中最基本的利益交换，哪有什么面子交情？如果做生意到处讲面子、讲交情，那买卖也别做了。来到销售部，条子给了孙经理，批准后让他们去库房随便拿货。俩人走出办公楼，刘杰现在就要买面料。你先等会行不行？着急生孩子去啊？你的服装厂多大的规模？有多少台缝纫机？能不能先带我去看看？生什么孩子啊？跟你生孩子啊？那就去看看呗。现在就走，中午我请你喝点。俩人前往服装厂的同时，岳林跟王霞也来到了粮食批发市场。老板，你家大米是怎么卖的？金德祥一打量见是俩美女，顿时来了精神。上集说到岳林跟王霞来到了粮食批发市场。老板，你家大米是怎么卖的？1毛5一斤，你们想要多少？我们是农业公司的，想在你这里采购50吨大米，你能给我们什么价格？多我那是吧？农业公司跑着来买大米，还50吨，咋的？你们农业公司现在都混得这么差劲了吗？你就说你有没有这些大米卖，你管农业公司混得好不好呢？别说50吨了，200吨我都有，但是价格就不是1毛5了，价格至少得2毛5。你跟我开玩笑呢是吧？现在外面零售价才1毛5一斤，我买你50吨，你反倒涨价。你要是不懂，我可以教你，别跟我在这喊，一看你们就根本不懂粮食交易。今天哥心情好，就教你们，知道什么叫供需平衡吗？你们买50吨大米，就是在囤粮，别人买不到，就会让市场的大米出现紧张，价格就会随之上涨。你们以为粮食跟你们穿的衣服一样的，穿不穿的都行，你少吃1顿饭，看你饿不饿。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穿不穿都行？穿不穿不都是给人看的吗？有啥生气的？要不是岳林把他拽走，王霞非得跟他大吵一架不可。你的脾气能不能收敛点？咱们是来工作的，他不卖，我们就去别的地方问问，跟他有啥可吵的？你没听他说啥吗？真的是气死了。哎，算了，咱们再去问问别的价格。与此同时，铁柱也参观了刘杰的服装厂。我还以为多大的规模呢，这不过也就是个小作坊而已。一台缝纫机多久能做出一套成衣？从裁剪、打版到制作，大概需要2天的时间吧。速度太慢了。我接手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规模，这都投入了我的大部分积蓄。好在咱们现在不是也有这个厂子了吗？我本身也学过服装裁剪，等以后赚了钱，咱们再慢慢扩大规模，什么不都是从小干起吗？既然你想跟我合作，那咱们就把话说在前面。首先我提供面料跟服装的款式设计，还有销售，你负责裁剪打版跟制作，利润咱俩5-5分。但是我要求得提高产量速度，你能做到咱们就合作，做不到我就找别人合作。不管铁柱提出什么条件，刘杰都会毫无条件的答应。跟他合作并不只是为了赚钱，更是为他这个人。
生产这方面你就别管了，我会再招一批工人2班倒生产。只是你说你会设计时装，这是真的假的？铁柱也不废话，立刻让刘杰拿来纸笔，按照他记忆里的款式，立刻画出一幅草图。你设计的这款衣服也太好看了吧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款式啊！把这个款式的衣服再做一个收腰的小版，一个领子是红色，一个兜边是红色，这就叫做情侣装。刘杰当场就懵了。设计一款时装不能只考虑款式，最重要的是市场，包括它的消费群体、年龄段以及购买能力等等。我设计的这款年龄段在25至30岁之间，这个年龄段的人有收入，而且也不愿意攒钱，赚一个花一个，更愿意往衣服方面投资。超过这个年龄的，基本都懂得攒钱。对于打扮自己这块，没啥要求，是件衣服就行，还得选便宜的。低于这个年龄段的没有钱，买不起也就不用说了。就算是25至30岁的消费群体，也不是全都能舍得买得起好衣服，所以就要加上一些促销的手段。现在是新时代，年轻人都崇尚浪漫的自由恋爱，情侣装正是迎合这些年轻人心态跟潮流，这就是市场效应。刘杰听的是目瞪口呆。铁柱，你来这里当老板吧，我给你打工，所有的都你说的算。跟你比起来，我真的啥都不是，还是交给你管理才能发展起来。这个就别想了，我是不可能给你当老板的。下午你就拿着批条去进布料吧，后天早上我来拿货，尽快的做吧，我还得去医院看个病人，先告辞了。我想出院，赶紧回去料理鱼塘，整天在这里吃了睡，睡了吃的，太无聊了。我都问过医生了，你至少还得1个礼拜，伤口都还没拆线呢，你着啥急？好好的养着吧。鱼塘那边有七叔帮忙照看呢，你不用担心。那个七叔能靠得住吗？那可是200亩的鱼塘啊，你咋说给就给了？以后这话你少跟我说，给了就是给了，给老子惹急了，一泼尿把你鱼塘里的那些鱼都熏嘎。行了，我回家看看鱼塘，明天我还得拉鱼，你好好养着吧。闲的话就去撩撩护士，我先回去了。回到上平村，铁柱直接来到平湖。要说养鱼就得在这样的湖里，养出的鱼才会又肥又大。这次我是捡到便宜了。七叔喜欢就好，以后饲养方面还得靠七叔多教教我们。对了，明天我需要几百斤鱼，我的那个伙计还在医院，就得靠七叔帮我个忙了。明早你来就行，我的伙计就给你装了。回到家，几天的时间，房子的一层已经盖起来了。同时，回到农业公司的岳林跟王霞把在市场的经过都说了一番。那些人不仅不降价，还反倒涨价，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于主任，我觉得他们那些人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们不要被市场的那些做买卖的人给影响，那些人说到底不过就是些唯利是图的市井商贾罢了。后面的话我会帮你们跟那些人去说说的，他们还是能给我这个业务主任一点面子的。那太谢谢于主任了，如果你不帮我们，老实说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帮他们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他哪有那个半价购粮的实力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说过会尽量的帮你们，就一定说话算话。对了，今天晚上有一些客户来公司参观，晚上要在饭店请他们吃饭，你们俩没啥安排的话，就跟我一起去吧。我们晚上有安排，你还是找别人吧，是不是岳林？是的，于主任，晚上我们还要去农村，实在是去不了。于思凯心里一阵失望。就在这时，宋丽冷着脸走进办公室。正好你俩在这里，让你们收购50吨大米的工作任务改变了，现在是150吨大米，每斤大米的进价不能超过5分钱，要求你们在3天之内把大米采购回来。宋主任，怎么忽然又变成150吨了？不是我变的，这是公司的命令，如果觉得不行，那就让行的人上吧。你咋不去采购？每斤5分钱，你当那些卖大米的都是傻子吗？谁能干你让谁干，我们干不了。干不了你就走呗，可没人求着你们干。你们来报道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说过，实习期间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，不听的话，那就直接辞退。现在我就问你，能干还是不能干？宋主任，我们能干，一定会把大米采购回来的。采购大米的钱你们先垫付着，等你们转正的时候再报销。记得只有3天的时间。扔下这句话，宋丽转身离开。你能干你去干，我干不了，不就是个破工作吗？我不稀罕。说完，王霞便走出办公室，岳林也紧跟着追了出去。这就是在欺负人，1毛5我们都采购不到，5分钱谁会卖给我们？我不干了，我现在就回上平村去。岳林心里也不好受，只能是跟着王霞先回到了上平村。你们啥时候回来的？吃饭了吗？小姨让人欺负了，小姨受委屈了。小姨谁欺负你了？王霞把一切都说了一番。这是摆明让你们滚蛋，你们还看不出来吗？其实我们也不想受气，只是你当初为了给我们办工作付出那么多，说不干就不干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？反正我是没法搞到那些大米，这份工作也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，要不你帮我们吧。咋帮你们？我现在跟朋友合伙开了个小服装厂，也没有时间帮你们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别担心，这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先回市里一趟，有空再去看你们。嘴上说不帮，但是铁柱还是开往粮贸批发市场去找个人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人到底靠不靠谱，就先没答应帮他们。